我有一剑，可搬山、断江、倒海、降妖、镇魔、掣神、摘星、摧城、开天斩。一剑斩杀天外邪魔。徒儿，你的剑道已登峰造极，只差一步便可成为陆地剑仙，举世无敌呀！师傅，短短3年便学得我毕生所学，真是为剑而生的万古奇才。傻丫头，为师已经没有什么能教你的了，回家孝敬父母去吧。你乃是先天剑体，拥有剑仙之姿，只可惜患有痴傻病，时好时坏，不然天下无人可与你争锋啊！如若有难，可向师父借剑。听好了，我宁家弟子剑法可以弱，只有一身傲骨不能输，遇见再强的敌人，都不能低头。傻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要抱抱，给姐姐抱抱。多大了还抱，幼不幼稚？坐地上干什么？3岁小孩吗？还不快起来！今天是你生日，拿着，弄丢了我拿你试问。谢谢阿弟。哟，咱宁家那个傻子回来了。宁天，你这傻姐姐似乎在外面拜了一老头为师，那老头怕不是眼睛瞎，连这种货色都看得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个呀，叫傻人有傻福。再敢说我姐，我废了他！轩哥，他打我们！傻还不说，堂兄身为我宁家嫡子，好大的脾气！我说可以，你们说不行。他的修为又有长进，怎么会？他明明只是个旁系。怎么，堂兄想要和我比划比划？废物，就你也配当我宁家嫡子，也配修炼嫡系一脉传承的无双剑籍？轩哥说的对，就是一条狗来当嫡子，都比你强。宁天，我劝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，乖乖退位，把无双剑姬让出来。你们，阿弟，攻他上盘！你一个傻子懂什么剑法？一边玩泥巴去！轩哥乃我族第1天才，你弟弟再练20年都不是对手，还是趁早认输吧，免得在这丢人。只能赌一把了。宁宇轩，你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轩哥竟然输给了宁天！不可能，一定是轩哥放水了。这个傻子竟能看穿我的破绽，刚才是你侥幸。再来！你不是自诩天才吗？该不会输不起吧？你，我们走。宁宇轩，你竟然偷袭，卑鄙！给你面子叫你一声堂兄，不给面子，你就是一个废物。我若使出剑气，你哪里是我对手？把他衣服扒了，看看是不是偷藏了什么秘籍。你敢？难道就不怕我将此事禀告族长吗？你觉得族长会站在一个毫无天赋的废物那边吗？你们2个还不快动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族长，宁天在我面前寻衅滋事，我便出手教训他。是啊，族长，他们姐弟2人对轩哥不敬，我们可以作证。宁天，你们2人胆子不小。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们对我姐姐恶语伤人在先，还偷袭，才把我伤成这样。有什么话？进执法堂再说，带走。
天，你可知罪？我又没错，凭什么要认罪？还敢嘴硬！玉轩说了是你挑衅在先，还大打出手。若是伤到玉轩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才是宁家嫡子，错也不在我，为何族长你要这般护着他？少以嫡子自居，哼！论天资实力，你哪一样比得上他？你也配与玉轩相提并论？就因为我实力不如他，你们就要拉偏架，就要针对我们？我不服！哼，弱肉强食，强者为尊，只有我能带领宁家再次崛起，不然，宁家要靠你这个天赋平庸的嫡子，还是指望你这个傻子姐姐啊？玉轩说的没错，你们嫡系一脉凋零已是事实，你们已经难当大任。不错，玉轩虽为旁系，天赋却是有目共睹，不是你一个至今连剑气外放都做不到的废物能比的。你能留在宁家，那都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。族长还跟他废话什么？既然他不服，那就用家法让他服。来人，家法伺候。爹！不许你们欺负阿爹！这傻子好大的力气！宁瑶，你想造反吗？造反的是你们！爹爹！敢动他们，问过我了吗？哼，错了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。我们按族规处罚你儿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别忘了，天儿可是我宁家嫡子。嫡子？哼，作为嫡子连旁系都不如，就是一个废物。少拿嫡子说事，你儿子资质平庸，女儿又是个傻子，你这一代就是扶不起的阿斗。想要放过他们可以，宁伯伯，只要把你爷爷留下的无双剑籍交出来，我便不再追究此事。无双剑籍乃我嫡系一脉传承，你一个旁系也想染指，配吗？宁不凡，无双剑法能者居之，谁持有不是你说了算。族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怪就怪你这一代没用，我们要废嫡，立玉轩上位。不错，你这废物儿子配不上这个位置，更不配修行无双剑籍，只有我儿能担此大任。我们嫡系为宁家做了多少贡献？你们说废就废，我不同意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大长老吗？大长老？哼，要不是我当年大义败给你，你也配。现在我儿出息了，我还用看你脸色吗？说得对，无双剑籍能者居之，还不快把剑籍交出来！宁不凡，交出剑籍！宁不凡，我命令你马上把无双剑籍交出来！不可能！不交出剑籍，你们走不出这个门！动我女儿宁灵宗，你是想要和我翻脸吗？宁不凡，你为了一个庸才和一个傻子跟我大动肝火，值得吗？我不但是大长老，更是他们的爹。哼，好，那我便再给你们嫡系一次机会。东域大比在即，可我们已经连续3年输掉进入剑宗的名额，没有剑宗作为靠山，宁家迟早要完。如果你们能够在东域大比上夺魁，解决我宁家危机，你儿子依旧还是宁家嫡子，我也不会再为难你们。可若是不能，你们就给我滚出宁家，还要把无双剑籍的继承权交出来。不错，你是答应还是离开？废物！我很期待你在大比上的表现。
听好了，这一届大比，不管你们宁家上来多少人，少主一人足矣。狂妄！就凭他一人就想挑战我们整个宁家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，阿弟，台上那个人怎么了？他好帅。不是狂妄，据说天剑庄少主陆晨3岁开始练剑，6岁悟出剑意，14岁突破9品大剑师，乃千年不遇的剑道奇才。这么厉害，不错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哪个废物要先来？我先来。你们宁家弟子都这般废物吗？宁灵宗实力堪忧啊，怎么那么不精？难怪连输3届。我来。你一个废物就别上去丢人现眼，给我老实待着。我来做你的对手。太好了，玉轩上场了！不要手下留情，让天剑庄见识一下我们宁家的厉害。轩哥，给我们狠狠的教训他！姓陆的，我劝你最好还是赶紧认输吧。轩哥出手，非死即残。宁玉轩，宁玉轩，宁玉轩！族长，有玉轩出手，这个什么天剑庄少主嚣张不了多久了。接下来就看玉轩的了。这个宁玉轩是什么人？庄主，据说他是宁家第一天才，刚出生就会念剑诀，6岁握剑能打10个，才15岁就将宁家的寒霜剑法练至大成，至今从无败绩。没想到宁家也有高手。你就是宁家年轻一辈最强者。正是。这是什么招式？好快！我儿输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会如此？天剑庄的实力何时这么强了？哈哈，还以为你们这宁家第一天才有多强呢，没想到徒有虚名，就是个废物。这不是东域的剑法，你们使诈！孤陋寡闻，这叫居合斩。我们早就引进了异域的剑法，你们那套过时了。玉轩，你可认输？好可怕的实力！我若不认输，他真的会杀了我，技不如人。我认输。那你还不快滚下去！你聋了吗？我家少主让你滚下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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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想到连宁玉轩都输了，这个天剑庄少主竟然那么强，好厉害！那是敌人。敌人是什么？好吃吗？宁家第一天才不过如此，没想到宁家从下到上都是一群废物啊！宁灵宗，你们宁家就准备好给我们当50年奴隶吧！还有谁要上台挑战啊？阿弟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宁家受辱，我身为宁家嫡子，若是无动于衷，没有脸见列祖列宗。宁家嫡子宁天前来讨教。区区剑师也敢上台？胡闹！你一个废物凑什么热闹？还不快下去！我宁家弟子遇强不怯，遇战不诺，有胆量。阿弟，这是比武，胜负未分之前不能上去。有点骨气，可惜太弱。你可认输？不认。哼，还是根硬骨头。
认不认？不认！你认不认？我不认！阿弟，求你别打了，你快下来吧！这是你自找的，我来跟你打！8品大剑师，哼，老子小的老的一起打！爹，小心！竟然连大剑师都不是他的对手！区大剑师还不够格？难道他是剑道宗师？怎么可能？他年纪轻轻，怎会有此修为？天大地大，没什么不可能。我儿有剑神之姿，天赋就是这么惊人。族长，要不我们认输吧？天剑庄的实力太强悍了呀！认什么输？宁家还有我在！老东西，你都那么老了，就不要出风头了，给我老实坐着。还有谁要上台挑战啊？宁家全都是一群废物、孬种、懦夫，连输10场，难道天要亡我宁家吗？坏蛋，不许欺负阿弟和爹爹！快走，别管我们！你还捣什么乱？走啊！既然你们都已成为附属，我便教一教以后的规矩。男人给我天剑庄当牛做马，女人呢则为卑为奴伺候我们。就从她开始。我要你姐姐做我的娘子。你姐姐虽然是个傻子，但却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啊！找死！放开他！你想学武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保护姐姐。姐姐生病了，如果有一天爹娘不在，就只能由我来保护。可你天赋平庸，就算强行习武，恐怕成就也有限啊。没关系，只要能保护姐姐，没有天赋，我就付出10倍、100倍、1000倍的努力。那以后姐姐就交给你了。你这个傻子，不许跟我们玩，离我们远一点！我娘说和傻子呆在一起，脑子会变笨的，打死你这个傻子！住手！放手！松嘴！你给我松嘴！
你这个废物，竟敢咬我！弟弟他一定很疼。剑，来！怎么回事？天怎么暗了？还剑来！当我是夏大的不成？剑气护体，宁家还有这等高手！在那里，真的有剑！虚张声势，我这一招必杀你！死吧！一剑斩杀剑道宗师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比我还强？宁儿竟有这等实力！你竟敢杀我儿！你们已经输了，想赖账吗？偿命！我要你偿命！铁剑斩！伤我弟弟，我不但要杀你儿子，我还要杀你！过来，领死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那么强？不要杀我！我知道！剑宗特使莅临。令行禁止，即刻停止争斗。拜见特使。这剑宗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一个特使而已，连族长都要行礼。剑宗你都不知道，那可是五域第一的修仙门派，天下所有剑修向往的剑道圣地。剑宗特使面前不得争斗。你难道想忤逆特使不成？还不把你的剑收回？宁儿，住手吧！要不是剑宗特使来得及时，这条命恐怕就……敢问特使大驾光临是有何事吗？3日后，我剑宗将大开山门，举办收徒大典。收徒大典？那我们岂不是有机会拜入剑宗，成为剑宗弟子？那特使大人，今年我天剑庄可有名额入场？此乃名额贴，持此帖可参加剑宗入门考核。你们天剑庄实力较强，赐5个名额。多谢特使！宁家实力平平，赐2个名额。多谢特使！名额有限，你等自行分配。没想到你们只有2个名额。看来宁家真是没落了啊！反观我天剑庄受到剑宗看重，一下赐下5个名额。名额再多，那也得有命去用。你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斩草除根，杀了你们！你敢？不可！宁儿，如今天剑庄受到剑宗看重。动他们，
剑宗不会放过我们的！你疯了！剑宗我们可得罪不起！宁瑶，不可胡来！哈哈，等我天剑庄5个名额全部拜入剑宗，有剑宗依靠，马上就是你们宁家的死期！我儿子这件事没完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2个名额我们旁不要了。你们凭什么独占2个名额？别忘了，刚才是宁儿出手，挽救了整个家族。就凭玉轩是宁家第1天才，我儿出手必定能通过剑宗考核。是吗？既然你儿子如此天才，怎么会输给那天剑庄少主，还被当众羞辱呢？那都是玉轩一时大意。当年你输给我父亲，也是这么说的。哼，就算我输给他，跟我通过剑宗考核也不冲突。等我拜入剑宗门下，还愁不能振兴家族吗？不错，想振兴家族，还得靠玉轩。你们想要独占名额，也不是不行。如果你们能在我手中过上一招，我就把名额让给你。我都不是天剑庄少主对手，更别说他了。怎么怕了？能者居之，这不是你们一直以来奉行的理念吗？哼，这2个名额给谁，还得看族长的意思。不错，族长，这2个名额，还请你来定夺。这2个名额，我给。说向来很支持我们，这2个名额只能给我们。就凭你们也配染指？我给宁天和宁瑶。什么？族长，你没搞错吧？你竟然把名额给他们！族长，他们一个傻子，一个废物，何德何能啊？何德何能？哼！面对大敌，你们只会跪地求饶。反观宁天，却比你们有骨气得多。我宁家要的是铁骨铮铮，是忠肝义胆，不是你们这种软脚虾。我这双眼睛还不瞎。爹，弟弟他……放心，天儿只是昏迷了。服气有个屁用！族长，你把名额给这个废物，难道指望他能通过剑宗考核吗？够了！我意已决，我不服！一个废物，一个随时可能会犯病的傻子，他们凭什么？族长，你当真要如此？如果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族长，就听从安排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！既然你不让我们参加考核，这宁家不待也罢。宁玉轩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当然是离开宁家，投靠天剑庄，至少他们能给我们一个进入剑宗的机会。你敢？听着，宁家没落已是事实。反观天剑庄得到剑宗看重，得到足足5个名额，等其进入剑宗，宁家的处境更加危险，说不定很快就是宁家灭门之日。是走是留，你们自己选。不错，现在不走，难道要留在宁家等死吗？机遇只此一次，现在投靠天剑庄，我们都有从龙之功啊！轩哥，等等我们！你们造孽呀！这是在绝我宁家根基呀！有我在，慌什么？宁儿，你的病好了？只是暂时清明，我会想办法。徒儿啊，你是因为出生之时资质遭到天忌，魂魄受到天道锁链封锁，才会这般痴傻。只有你真正踏入陆地剑身，才可摆脱天道束缚，独剑天下。若是以傻子之身，很难通过剑宗考核。我要突破陆地剑仙，彻底根除此病，振兴家族，保护家人，不然终究是缺陷之人，难担大任。
因为我是女子，老天爷就不许我成剑仙吗？姐，你怎么了？无碍。不要逞强，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罢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明日就要启程，先指点弟弟一番，他的剑术太差了。天儿，一夜之间你就突破到9品大剑师了，多亏姐姐指点。爹爹，他的病又犯了。族长，是我看错了人，全是我咎由自取，振兴家族的重任就交给你们2个了。放心吧，族长，我既然是宁家嫡子，当竭尽全力通过剑宗考核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庄主，大比在即，我们是时候该出发了吧？急什么？我儿还没出关。儿子，那天剑庄大少主不是已经……好强的剑意！传闻是真的，天剑庄2少主的剑道天赋比大少主还强。我陆小峰的儿子岂会差？太好了，2少主有如此实力，别说是通过剑宗考核，当亲传弟子都绰绰有余啊！京城，不用我告诉你怎么做了吧？杀兄之仇不共戴天，等我通过剑宗考核，我会亲手扒了宁瑶的皮，抽了他的筋。老祖，收徒大典即将开始，您要不要前往观礼？此次大典通知到宁家没有？为何老祖这么在意宁家？没什么，此次大典我会到场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傻子吗？谁给你们的勇气，竟敢来参加剑宗考核，就不怕丢人现眼吗？住口！你们这些叛徒！几天不见，你这废物竟然长进了！阿爹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乃天剑庄2少主，剑道天赋旷古烁今，12岁便打遍同辈无敌手。这人好强的实力！就是你杀了我大哥，给我过来偿命！住手！此乃收徒大典，禁止争斗，否则取消资格。这不是江长老吗？怎么，又是来走过场的吗？哼，年年如此，年年都收不到徒弟，江长老真有毅力。事在人为，好比什么也不做。据说这位江长老门生凋零，是剑宗里最弱势的长老，没人愿意拜在他门下。还以为是什么厉害人物。姐姐，你真好看。你干什么？那可是剑宗长老，快过来！阿弟，这位姐姐是好人。大长老到！大长老，入门考核是否可以开始了？开始吧。我宣布，考核开始。规则很简单，这7把飞剑乃是我宗铸造的神兵，遇剑数量越多者，证明天资越高，反之淘汰。安下来！遇剑失败，
下一位。御剑失败，下一位。嘿，御剑失败，下一位。这一届的素质堪忧啊！我来。轩哥，宁天那个废物上场了，就凭他一个连剑气外放都做不到的废物，也能御剑？时间不多，我只教你几句口诀，能悟到多少就看你自己了。好。以神凝气，以气御剑，万剑皆我，我号万剑。以神凝气，以气御剑，万剑皆我，我号万剑。Cheers！ 御剑一把，合格入外门。太好了，我成功了！这废物竟然……阿迪，你好厉害！哼，就算你侥幸御剑一把，也还是废物。看我的！御剑2把入内门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不愧是我儿，入内门如鱼跃龙门，前程无量啊！区区御剑2把，你们很骄傲吗？不敢！哪里？我这点微末修为还比不上陆少主。看好了，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什么是真正的剑道妖孽？御剑4把，定为亲传弟子。什么？亲传弟子？那可是考核的最高待遇啊！御剑4把，这天剑庄2少主竟然这么强，这是千年不见的天才啊！小子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一边去！我修为高，只有我才有资格当他的师尊。哼，你们是想要跟我争吗？不敢。自然是大长老你先挑选。你可愿成为我座下亲传弟子？徒儿陆敬成拜见师尊。好啊！二少主竟能被大长老看中，果然投靠天剑庄是对的。宁天、宁瑶，这下看你们怎么死！师尊，徒儿有一事相求。哦，师尊，我大哥被那宁家姐弟残忍杀害，还请师尊为我做主。竟有此事，如此残忍之人，看来不适合进我剑宗啊！你们说是吧？考核之上，公平公正。大长老，你这行事未免太霸道了吧？霸道？在剑宗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如果不能拜入剑宗，宁家就完了。不行，我已经通过了考核，凭什么你一句话就否定我的努力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剑宗大长老，这个理由够吗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剑宗大长老，这个理由够吗？凭什么？现在我就告诉你凭什么！就凭你是废物，我是天之骄子；就凭我御剑4把，你只是一个御剑1把的垃圾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就算进入剑宗，你也是一介外门。我可是大长老钦点的亲传弟子，我们的身份天差地别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大长老，是否要阻止？阻止什么？大长老，你的弟子如此嚣张跋扈，就不管管吗？我徒儿说了，与那宁家姐弟有仇，他的亲哥哥被人残忍杀害，他不动手已经很仁慈了。不错，如果现在不是考核，二少主已经拔剑了。哼，得罪了天剑庄，你们觉得会有好果子吃吗？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儿死在你们宁家手中，你们宁家注定只能以灭门收场。你们欺人太甚！废物，轮到你说话了吗？你够了，到此为止。怎么？莫非
江长老是看中了他们。不错，你们两个可愿拜入我门下？亏你还是剑宗长老，什么垃圾都收。还有我还没有遇见呢。你一个傻子，懂遇见吗？我当然懂。师傅说，论遇见，我可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。他说自己是绝世天才，你们信吗？我第一个不信。你是绝世天才，那我还是陆地剑仙。哼，真是傻子，什么话都敢瞎扯。相信我姐，我姐不是在说大话。能行吗？他看上去跟绝世天才根本沾不上边。傻子，今天除非你真的是天才妖孽，能够惊动宗主，否则这江长老也保不住你。傻子，今天除非你真的是天才妖孽，能够惊动宗主，否则这江长老也保不住。事已至此，只能让他上场试试了。姐，加油！这不是师傅的那7把剑吗？再高一点，给我飞得高高了！师傅，这御剑就和放风筝一样简单。不是简单，是你天资太高，短短时间就让这些飞剑任你为主，听你号令。御剑而已，不难啊。不难。要知道，就连二少主都只能御剑4把，你一个傻子，大言不惭，赶紧下去，别在这丢人！你要是能御剑成功，我把我的佩剑吃下去！一个傻子也妄想进我剑宗？切！看好了，剑是这么御的。难道他？赤霄、渊洪、太厄、轩辕、程颖、春秋、龙卷，听我号令，起！还以为要放大招呢，就这啊！御得很好，下次不要御了。先不提你会不会御剑，论丢人这一方面，你倒是很有一手。傻子就是傻子，成不了气候，装模作样，跟你弟弟一样废物。智障！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傻子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！御剑失败，不合格。下一位。为什么你们不听我的话？赤霄起！渊洪，给我动！就别丢人了，下去吧你！别白费功夫了，你这是想活活笑死我们吗？赶紧下去，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还不下去？再让我试最后一次，这次我一定可以的。就算让你再试10000遍，你也不可能成功。能力不足，还坚持什么？考核似乎仅限时间，不限次数吧？让他再试一次又如何？哼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若再失败，休怪我亲自动手赶人。又调皮了是吧？再不听话，我就把你们全部掰断！看这傻子又开始了，白费力气，还不肯放弃啊！果然是脑子缺根弦。听我号令，起！什么？
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御剑七把，这是真正的剑道奇才啊！莫非他真的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？哼，我不生气，你们都不会乖乖听话是吧？傻子，你得意的太早了，根本没有通过考核。胡说八道！我姐姐御剑七把，比你们所有人都要出色。哼，按照规矩，御剑考核至少要坚持10息才作数。这傻子只坚持了3息，根本就不合格，的确不符规则。定是这7把剑出了问题，成绩不作数。御剑失败，不合格。这些人竟然如此行事！你们好端端的怎么会出问题？这不公平！傻子就是傻子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就凭你们，也配进入剑宗？不错，大长老放话，谁敢要你们，就是与他为敌，进不了剑宗。你们就等着宁家覆灭吧！宁轩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别忘了，你好歹也是宁家弟子。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现在我是天剑庄的人。虽然他现在就是我天剑庄的一条狗，但好歹也有主人。倒是你们，我看谁会要。二少主说的对，你们这种货色，耕地放条狗都没人要他。你们欺负人！进不了剑宗，宁家就完了。难道一切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吗？谁说没人要？这2个人我要了。你就不怕得罪大长老吗？得罪？我平时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。你们可愿拜我为师？大姐姐，我已经有了一位师傅，所以就算拜师，我也只能叫你二师傅。师傅应该是不入流的游侠剑客，也正常。很多小家族也只有这等渠道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那我愿意。这是唯一能进入剑宗的机会，我得把握住。弟子宁天拜见师傅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座下唯2的弟子了。唯2竟然拜了个剑宗最弱势的女长老为师，这进了剑宗还是得受欺负。师尊，他……江长老是吧？此事我记下了。就凭他罩得住你们，敢得罪大长老，等死吧！宗主到。此次考核，宁家表现平平，怎么会被老祖这般在意？走，为师带你们进剑宗参观一下山门。好啊，好啊。好不容易收到2个弟子，可不能让到手的鸭子飞了，得赶紧把他们忽悠走。门下只有2个弟子，这师傅能靠得住吗？阿弟，我们有新师傅了，快走呀！剑宗老祖到，参见老祖。这死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这就是以后修行的地方，怎么那么破？此言差矣，修仙就要吃苦。俗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如果连这点苦头都吃不了，你们又怎能修成正果呢？二师傅说的对，徒儿以后每天吃10斤苦，不，20斤。倒也不必，量力而为就好。那拜师礼总有吧？当然有，此乃宗门令牌，凭此令牌可出入剑宗。还有这本剑法，乃为师珍藏，你们拿着好好修行。这不就是最低级的黄阶剑法吗？重在心意嘛。本以为他靠谱不到哪里去，没想到那么不靠谱，连像样的功法都没有。为师还有要事，你们先自行修炼。这丫头走那么快干什么？没心没肺，真是，还得我自己来看你。呵呵，知道你嘴馋，为师还专门带了你最爱吃的烧鸡，我怕是全天下最好的师傅了吧？
我这2个弟子刚入门，我得为他们多兑换几颗灵丹，助他们修行。站住！见过丹堂长老，我想兑换灵丹，10万灵石1颗。10万，这比之前贵了100倍。大长老有令，你对宗门贡献轻微，所以价格要高些。什么？我要见大长老。大长老身份尊贵，每日宗门事务繁忙，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么闲？是谁要见我呀？大长老，我不过想换几颗灵丹而已，你为什么要阻挠我？想要灵丹灵石足够，自然能换，换不了，那就是你自己囊中羞涩了。你到底要什么样才肯将灵丹给我？很简单，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我高兴了，或许就会给你。欺人太甚！巧了，我欺负的就是你。既然江长老如此清高，不愿意求人，那就回去吧，别在这里扰丹堂清静。我既然是他们的师傅，就得为他们负责，不能空手而归。算我求你，现在可以将灵丹给我了吧？江长老是为你那2个弟子求丹吧？我看已经没那个必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若我那2个弟子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跟你们算账。我说过，会亲手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。我说过，会亲手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。是先抽筋呢，还是先从你这张漂亮的脸开始呢？放开他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得罪了天剑庄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下一个就轮到你，给我抓稳了！不要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谁？少装神弄鬼，出来！鬼鬼祟祟，有本事就出来！滚！给我等着！3日后就是宗门大比，先放你们一马，到时候就是你的死期！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师傅，师傅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师傅，你对我真好。徒儿，为师虽然替你打跑了那些人，但在3日后的宗门大别，还需要你证明自己。只要你夺魁，为师便会昭告天下，你是我邓仙芝的徒弟，也是剑宗下一任宗主。邓仙芝，剑宗宗主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一定能拿第1名。你呀，你不能总受欺负。这是为师研制的定神丹，可以让你短暂恢复清明。若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服下此丹。谢谢师傅。为师还有事，就不久留了。前辈之恩，感激不尽。敢问前辈到底是何人？你只要记住，整个剑宗都是老夫说了算。剑宗不是大长老说的算吗？宁天、宁瑶，你们没事吧？师傅，我们没事。
二师傅，这烧鸡真好吃，你也来尝尝。刚才大长老的人没有来找你们麻烦。确实来人了，幸好有一位高人暗中出手相助，我们才没事。高人？我在宗门里也没有结识其他厉害的长老啊。师傅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们已经没事了。唉，都是我太弱势，才遭到大长老针对打压，败在我门下，苦了你们。没有的事儿，二师傅你别灰心，我们一定会在宗门大比上夺得第1名。是啊，不怪你，都是那些人欺人太甚，只要我们夺魁，他们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。你们是怎么知道宗门大比的？是刚才那些人，还有那位高人告诉我们的。宗门大比100年一次，意义非凡，十分重要，但争斗激烈，每一届都有死伤。我不求你们能取得好的名次，只求你们平安无事。不，既然我们败在你门下，就不能给你丢脸。他竟然是老祖的徒弟，怪不得老祖如此在意宁家。罢了，这是老祖的安排，我不能走漏风声。你是说，有高人对他们暗中出手相助？不错，不然我们已经将他们……师尊，那高人还未露面就能将我打退，实力非同小可。高人，哼，再高能有我高吗？那可不，师尊又高又硬。这是剑宗秘法，修炼后可将你们的实力提升10倍、100倍。此次宗门大比意义重大，只要你们夺魁，我在剑宗的威望就能更上一层楼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至于挡路的敌人，弟子明白。有了大长老赠予的秘法加持，宁瑶、宁天，这下看你们怎么死！我认输。他都认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下死手？大比之上，生死自负，他能死在我剑下，说明修为欠佳，平时根本没有好好修炼啊！还有谁要上台跟我打？你，还有你，给我上来！怎么办？他实力太强了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怕你啊！别去，你们会被他打死的。原来你们宁家人那么窝囊啊，连上台都不敢。2个窝囊废，上台后先磕10个响头，或许二受主就会大发慈悲，对你们下手轻点。这是激将法，不要上当！孬种！孬种！孬种！我们不是孬种！那你们就给我一起上台！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我来。以强欺弱算什么本事？我来跟你打。怕你招架不住。我确实是剑宗里最弱的女长老，可对付你，绰绰有余。二师父威没想到这个便宜师傅那么厉害，这就是剑宗的长老，好深厚的修为。师傅，二师父，哼，以大欺小算什么本事？欺负一个晚辈！你真是越混越回去了。江长老，你再强，难道还能强过大长老不成？你很能打吗？出来混，看的是背景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江长老，既然你无力再战，那就让你的2个徒弟上台吧。大长老，你明知我那2个徒弟不是陆晋城的对手。哼，我剑宗不要懦夫，
倘若他们连上台的勇气都没有，没有资格待在我剑宗，更没有资格当我剑宗弟子。你们两个还不上台？难道非要等我开口罢免你们的弟子之职吗？大长老，你好霸道！他们明知不敌才不上台，何错之有？霸道？说对了，我乃剑宗大长老，整个剑宗我说了算。你，今天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，要么上台应战，要么滚出剑宗。听到大长老说的了吗？要么上台被我打死，要么滚出剑宗。哼，等我天剑庄灭你宁家满门！宁天、宁瑶，你们师父已经输了，没人能继续护着你们了。你们还打算做缩头乌龟到什么时候？难道我连自己的弟子都保不住吗？我跟你打！不要去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姐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不想看到你被活活打死。放心，交给我。这是为师研制的定神丹，可以让你短暂恢复清明。若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服下此丹。傻子，让你上来，你还真敢上来啊！我就上来了，怎么了？敢上台，今天我就让你死在这台上！这是什么招式？好可怕的气势！这是二少主最强的杀招，剑破九天。宁瑶，你完了！此招一出，错无活口啊！敢得罪天剑庄，你活不了了！小心，去死吧！他怎么像变了个人？怎么回事？刚才我感应到一股好强的剑意。你，二少主小心，那个傻子又开始不对劲了。哼，我从生到现在还没输给过谁。赢了一些菜鸡就沾沾自得，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你这种人确实欠收拾。狂妄！就你一个人，还不够我打。你，还有你，全部给我上来！什么？他要一个打7个？这新人也太彪悍了吧！他疯了吗？那些可都是大长老门下的精英弟子啊，个个修为深厚。好大的口气！找死！给我上！傻子，既然你想死快点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有一个词叫不自量力。上，给我弄他！别留手，用秘法！这是大长老亲自赐予的秘法，可增加10倍修为。这下看你怎么挡！小心！废话真多！这，他竟然赢了！我没看错吧？这个新人实力竟然这么强？难道他隐藏了修为？这怎么可能？大长老，你怎么就教出这么不中用的弟子？
莫非是人老了，脑子不好使了？大胆！你竟敢对大长老不敬！这种恃强凌弱、以权压人的老匹夫，很值得敬重吗？你什么你？不服就上来！宁瑶，你太放肆了！这里是剑宗，我今天就偏要嚣张放肆一回。按照规则，大比之上可以挑战任何人。现在，我要挑战他。他要挑战大长老？他一定是疯了，那可是大长老啊，仅次于宗主的强大存在。我看你是失心疯了。大长老一身修为通天彻地，早已达到了剑尊之境，你这是找死！激怒了大长老，10000条命也不够你死。徒儿，不可冲动啊，我们已经赢了。姐，回来吧！一个小剑尊而已，何足挂齿？怎么，老匹夫，你该不会怕了吧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娃，今日我便要替你师父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娃，今日我便要替你师父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来得好，剑一破碎虚空。这，连大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！天啊，他到底有多强？这不可能！没死呢，就给我继续上来，打到被我打死为止。你胆敢伤我，你是想要把事情闹大吗？你如此欺压我们，我今天就是要把事情闹大。好，你伤害同门，殴打长老，我要将此事禀告宗主。一旦宗主降罪，剑宗再无你立足之地。好啊，你把他叫来，如果他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连他一起打。我怎么感觉他比刚才的陆敬琛还要嚣张？这一届的新弟子都那么彪悍吗？徒儿，不要太张扬了，低调，我们见好就收。是谁在闹事？宗主，你来得正好。此女残害同门，殴打长老，以下犯上，无法无天，还请宗主严惩。宗主，请下令断其筋骨，废除修为，将他逐出宗门，以儆效尤，不然将会助长此等不正风气。不然将会助长此等不正风气。宗主，你为何要打我？你可知他是谁？他不就是一个傻子，一个刚入门的弟子吗？蠢货！若是他出了什么事，别说是你，就是我都难以收场。而你却屡次三番想要置于死地。哼！作为大长老，你不为宗门多做贡献，反而仗势欺人，以强凌弱，为非作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剑宗大长老，跟你的弟子一起去思过崖反省500年。都是我这个宗主疏忽了，我已经给他们应有的惩罚，还请你们莫怪。哼，你还算拎得清，我不揍你。宗主竟然对他如此恭敬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乱世魔门秘法，你还私下修行魔功？你如此对我，就别怪我不仁。无需再装了，我是剑宗叛徒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宗门耗费心血把你栽培到此，你竟然与乱世魔门勾结在一起！修行魔道秘法，使我的修为突飞猛进。加入魔道，各种宝物秘籍取之不尽。如果不是他们暗中效助，我哪能那么快就当上大长老？反倒是你们连镇宗之宝都不肯让我看一眼，根本不信任我。我只恨不得早点加入魔道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师尊，你是叛徒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当然是随我加入乱世魔门，入魔门者可得永生。只要师尊能帮我杀掉他，我愿意加入魔门。既然加入魔门好处更多，我等愿意追随大长老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！你们这群叛徒！我本来就是宁家叛徒，如今再做一回剑宗叛徒，这是锦上添花。反倒是你们，现在我们有乱世魔门相助，你们死定了！其他人，我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死，要么臣服。欧阳元，你竟然联合魔道绝宗门根基，宗门可是待你不薄啊！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魔道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们绝不可能跟你们同流合污！还有谁要当出头鸟？魔道江山千秋万载，乱世魔门大军很快就到，吞并剑宗已是板上钉钉，你们就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了，都给我跪下！我师尊发话了，还不跪下？现在跪还能活命，若要选择当那硬骨头，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快去叫老祖宗！没用的，这里已经被我封锁，只要我再拖延片刻，等到魔主赶来，老祖来了也没用。小娃娃，刚才我没动用魔道手段才输给你，现在我有魔道秘法加持，看你还如何抵挡。抵挡？我用得着抵挡？口出狂言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动他，我偏偏要动。一个傻子也值得你这般护着。宗主，我看你是糊涂了。他不是傻子，他是老祖的是谁都不重要，得罪了我欧阳元，谁来了都得死。既然你这么护着他，那我偏偏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们。小天，二师父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就算是宗主也护不住。现在向大长老磕100个响头，大长老还有可能饶你。傻子，得罪了我们，你注定没有好下场。聒噪！老匹夫，你该不会觉得动用魔功就是我的对手吧？老匹夫，你该不会觉得动用魔功就是我的对手吧？傻子，我说你自大可以，但你未免也太自大了。在魔功加持的大长老面前，你觉得你有一点胜算吗？狂妄！我师尊要杀你，不过就是一根手指的事情。什么魔功，不过是旁门左道罢了。这样吧，老匹夫，不欺负你，我让你一只手。师尊，他太狂妄了，出手吧，杀了他！这可是你自找的！剑来！他居然真能同时御剑7把！我这个徒弟到底什么来头？天魔翻天手！
怎么会如此之强？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你不可企及的境界。我输了，不要杀我！技不如人，你服不服？我服，我服。恶有恶报，罚你禁闭500年，你服不服？我服，我服，我服了。宗主，把他压下去，他再敢反抗，我打断他的腿。还没完呢！把剑放下，不然你师父和你弟弟的命可就不保了。姐，别管我！把剑放下！别有多余的动作，否则我立马杀了这2人！竟然拿家人要挟，卑鄙无耻！我们都已经是魔道之人，自然要动用魔道手段。师尊，快趁现在杀了他！就算你修为再高，最终还不是栽在自己至亲之人手中。动我可以，但你们若是伤他们一根汗毛，我定会叫整个乱世魔门陪葬。你死到临头了，还大言不惭！姐，不用管我。徒儿，不用顾忌我们，除掉这些败类。闭嘴！否则，现在就送你们上路。怎么回事？为何刺不进？我乃万剑之尊，天下万剑都听我号令。你手中的剑还不敢伤我？放弃抵抗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！你们以为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就能威胁得到我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本来还想饶你一命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不好，师父给的定神丹药效过了，我不能维持清明了。他发病了，趁现在！姐，徒儿，我看谁敢动他！老祖，欧阳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老祖，你听我解。老祖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！勾结魔道，残害同门，欺凌弱小，还教出这等弟子。欧阳元，你这大长老便是这样当的！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一个个的都顾着这个傻子？哼，不明白。好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所有弟子长老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他的名字叫宁瑶，是本老祖唯一的亲传弟子。什么？他竟然是剑宗老祖的徒弟？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还有此身份！怪不得连宗主对宁瑶如此恭敬，他的身份竟然那么惊人。原来这位前辈就是剑宗的老祖。欧阳岩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听明白了吗？既然明白了，那就上路吧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就算杀了我，也改变不了剑宗的结局。魔门大军已经杀到了。恭迎魔主莅临。魔主，你还敢来我剑宗，就不怕重蹈覆辙吗？邓仙师，1000年前我败在你之手，自那之后，
原本辉煌的魔门便一蹶不振。我养精蓄锐1000年，为的就是这一天。找死！哼！师傅，老祖，1000年过去，他的修为竟然增长了这么多。邓先知，我日夜苦修，不曾懈怠，就是为了杀你。今日就是你剑宗的死期。魔主今非昔比，不能跟他硬碰硬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可惜定神丹药效已过，宁瑶又变回傻子之身，不然一起联手与那魔主还有一战之力。徒儿，为师不过8品剑神，你也只是9品剑神，而那魔主已经超越9品剑魔，达到半步魔神，比你还要强大。你只有突破到陆地剑仙才有胜算。师傅，我……这很难，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剑宗以及人族的生死存亡就交给你了，我会为你争取时间。魔主，那个小娃娃是个威胁，先除掉他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！我在世上的对手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邓先知。只要除掉他，我便可君临人境，世间无敌。师傅，快运功！这邓先知不跟我一战，只一味防守，他想干什么？姐，徒儿，师傅，这太难了，我做不到。不要放弃！全体弟子助老祖一臂之力。沉心静气，尽力而为。哼，找死！给我破！师傅，我算是看明白你要干什么了，竟然把希望寄予在一个后辈身上。邓先知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哈哈，关键时候居然指望一个傻子。最后赢的还是我们魔道。他不是傻子，他是我最骄傲的弟子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我又失败了。傻丫头，为难你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丝力量，可破开虚空，将你送到安全之地。记住，千万要为剑宗报仇。不要，我不要这样！天道，你束缚了我18年，今日休想再挡我！这是9天雷劫，不好，他要突破陆地剑仙，休想得逞！师傅！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一定能拿第1名。你呀你，不能总受欺负。这是为师研制的定神丹，可以让你短暂恢复清明。若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服下此丹。谢谢师傅。放心，为师一定会炼制出能彻底治好你这痴傻病的灵丹，让你恢复正常。师傅对我最好了。
经被击碎了，这是剑仙的气息。万剑归宗，他达到了陆地剑仙之境。这不可能，这世上从未有过女子剑仙。剑仙临世，平动乱，荡万魔。徒儿，你终于做到了。一招覆灭魔门100万大军，剑仙之威竟恐怖至此！剑仙大人，之前我是被猪油蒙了诛心，我知道错了，求剑仙大人念在我也是宁家人的份上，饶我一命。剑仙大人，杀兄之仇一笔勾销，我再也不敢找你们的麻烦了。老祖，看在我为剑宗做了多年贡献，还请放我一马呀！我愿意禁闭反省500年，不，1000年。如何处置他们，你自行决定。如何处置他们，你自行决定。你们非但要杀我，还屡次三番想要置我家人于死地。现在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姐，你的病完全好了，太好了！参见剑仙大人，剑宗之姿风华绝代，有你在，必可将剑宗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峰。拍马屁的话少说，我不爱听。是。剑仙大人，我看还是让我拜你为师吧。你是我第2位师傅，这一点就不必再辩了。当然，你要是想要讨教剑法，我随时欢迎。好，太好了，有剑仙指点，这下我看还有谁敢说我是剑宗里最弱的女长老。徒儿，你如今突破陆地剑仙，再也不受天道束缚，彻底恢复如初，真正独剑天下，世间无敌。这是飞鸽传书，不好，宁家出事了！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宁灵宗，我儿敬诚不仅成功拜入剑宗，还拜在了剑宗的大长老门下。你宁家完了！等宁儿和天儿回来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他们能不能回来，还是个未知数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儿敬诚可是拜入了剑宗里最为权势滔天的大长老门下，而你那对儿女，一个傻子，一个废物，只能拜入剑宗最为弱势的女长老门下。我儿敬诚想要对付他们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？不错，说不定他们现在尸体都已经凉透了。你们不可能，宁儿和天儿不会出事的。信不信不由你。今日便是你宁家灭门之日，给我上！小天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天剑庄的人又杀上门了，父亲和族长性命危在旦夕。什么？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离家隔了千万里之遥，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去。时间长河，现！
我儿敬诚可是拜入了剑宗里最为权势滔天的大长老门下，而你那对儿女，一个傻子，一个废物，只能拜入剑宗最为弱势的女长老门下。我儿敬诚想要对付他们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？不错，说不定他们现在尸体都已经凉透了。你们不可能，宁儿和天儿不会出事的。信不信不由你。今日便是你宁家灭门之日，给我上！岂有此理！竟然欺负到我徒儿头上来！姐，怎么办？慌什么？我一件的事。今日便是你宁家灭门之日，给我上！你女儿杀了我儿子，我今日就要报仇雪恨，去死！千万里之外飞剑取人首级，这便是陆地剑仙，好可怕的手段！犯我家人者，非远必诛。拜见宗主。徒儿，为师创造剑宗的初衷乃是除奸恶、平动乱，你须不忘初心，带领剑宗砥砺前行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宗主。师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继承你的宏愿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